医生，孩子从早上一直哭，嗓子都哑了，怎么哄都不行，奶也不吃。没发烧，心肺正常，典型婴儿肠绞痛。开点西亚硅油，回去顺时针揉肚子排气就行。去药房拿药就行。谢谢您，医生。宋医生，我们去拿药了。不客气。请等一下。沈念，怎么了？医生，还有问题吗？宋老师，我觉得不是肠绞痛，那你觉得是什么？有依据吗？肠绞痛是一阵一阵哭，这孩子哭了一上午没停过，满头汗，衣服都湿了，更像一直受着外伤疼，不是肚子绞痛。不可能啊，我一直抱着没磕没碰。我想检查一下他的手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买的是纯棉手套啊，怎么会有线头？尼龙线头从手套内衬拖出来的，婴儿手指细，挥舞时被线头套住，越勒越紧，血液进得去出不来。护士，麻烦拿眼科碱、显咪尼和碘伏纱布过来。医生，孩子的手指会不会有事啊？会不会废掉啊？先把线拆了，看恢复情况，再晚来半小时就真的危险了。好了，颜色回来了，谢谢医生，谢谢你们。以后买婴儿用品仔细检查内衬。谢谢。观察入微，逻辑清晰。今天多亏了你，我都没注意到的细节你抓住了，就是刚好觉得哭声不对劲儿，多留了个心眼。上午门诊就到这儿，收拾一下去食堂吃饭，再晚糖醋排骨就没了。好。宋老师好。一上午跟刘主任看了30多个发烧患儿，满脑子都是哭声，耳朵快聋了。儿科磨人，习惯就好。护士快安排急诊，我女儿胳膊好像断了。橙色急性损伤，无肿胀畸形，更像脱臼，不是骨折。大哥，孩子是摔着了，还是您牵他时用力扯了一下？没摔，台阶上他差点栽脸，我猛拽了他右手一把，当场就哭了。别去挂骨科拍片子了，孩子白受罪，只是脱臼了。宋老师，典型的牵拉肘，可以直接复位吧？可以，你来试试，动作轻点。小朋友，你看这个小兔子贴纸漂不漂亮？捏紧，举给阿姨看看。这就好了，我都准备去排队拍片了。以后牵孩子别生拉硬拽，顺着点劲儿，孩子关节还没发育好。谢谢。你这手法绝了，我上次复位，孩子哭得跟杀猪一样。理论扎实，还懂安抚患儿，难得。下个月技能考骨穿，视频看了800遍，一上手就慌，愁死我了。都这么过来的，多练几次就熟。下周有空，我带你们去模拟人上练几回。真的，谢谢宋老师。黄色是局部轻伤，橙色是急性脱臼，颜色越深伤势越重，比橙色更重的会不会是红色？发什么呆？排骨再不吃都凉了。没什么，想今天的病例，今天做得很好，很细心。医生，快看看我女儿，半夜突然喘不上气儿，嗓子里呼噜呼噜的。是啊，大夫，睡着睡着咳醒了，喘得特别厉害。怎么回事？吸气性呼吸困难，3凹症阳性，双肺喉鸣音，体温正常，急性喉炎。之前有过病史吗？有，之前得过一次，跟这次一模一样。上次雾化就好，您赶紧开雾化吧。不对，喉炎刺条该在喉部，怎么会在食道中断？宝宝今天有没有玩过小玩具？有没有拿纽扣、电池往嘴里塞？应该没有吧，白天都是奶奶看着的，下班回来她就蔫蔫的。不对，下午换的遥控器放茶几上，我以为是掉沙发缝里了，不会是被它吞下去了吧？很有可能，纽扣电池卡式管理，电极液会腐蚀逛壁，严重会穿孔，非常危险。急诊儿科1岁半患儿，高度怀疑食管异物纽扣电池，加急拍颈部正侧位片。先带孩子去拍片子确认位置，是电池的话马上安排内件取出，别耽误。好，谢谢医生。果然是纽扣电池，
卡在中段，已经有泄漏迹象。儿科急诊宋雅，1岁半患者食道异物纽扣电池，已确认位置，紧急内镜取出，请安排手术。反应快，观察也细，以后碰到类似的，一定要多问一句误吞可能，别只看表面症状。记住了，宋老师。幸好您多问了一句，不然按喉炎做雾化，耽误了可怎么办？取出来了，内镜很顺利，电池完整，食道黏膜只有轻微灼伤，观察2天就能出院。谢谢医生，谢谢你们。要是真穿孔了，我们可怎么办啊？术后先禁食6小时，后面吃温凉流食，按时用面膜保护剂，一般不会留后遗症。果然，伤势好转，词语颜色就会变浅。医生，今天真的谢谢您，要不是您多问一句，我们真就耽误了。应该的，孩子没事就好。一上午换了15个药，拉钩拉得我肩膀都要废了。刘主任骂人真狠，我打个结慢了半秒，他差点拿止血钳敲我的手。我也没好到哪儿去，一上午敲了几十份门诊病历，耳朵里现在全是小孩的哭声。下个月技能操作考骨穿，你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我晚上回去看操作视频，看着看着就能睡着。就那样吧，说好也不好，说坏也不是很坏。沈念，你去隔壁刘主任的诊室借半包 A4 纸过来。好。大夫，孩子发烧4天了，吃退烧药也不管用，今天早上身上起了好多红斑，您看他眼睛也红彤彤的。发烧3、4天后出疹子，就是普通病毒感染，叠加了幼儿急诊，疹子出来烧差不多就退了，先开点抗病毒的药，回去吃2天看看。普通感冒出急诊而已，为什么词条会指向心脏的血管？请进。刘主任，我看这孩子舌头有点像书上画的草莓舌，而且眼睛红却没有分泌物，结合他发烧4天，会不会有川崎病的可能？我没有质疑您的意思，只是我的猜想。还真是，先别去拿药了，带孩子去做心脏彩超，重点排查冠状蛋白。立刻安排住院，上丙种球蛋白和阿司匹林，快！今天多亏你多看了一眼，不然按幼儿急诊放回去。再过2天怪脉扩张加重就麻烦了。应该的，也是碰巧赶上了。别把他仰面抱起来，他还在吐，仰头容易把呕吐物吸进气管，引起窒息。我是市院的儿科医生，让他侧着头吐，先吐干净。他刚才是不是刚吃完东西就进去跑跳了？半个小时前刚吃了一大份炸鸡和冰淇淋，吵着非要进来玩，刚才在里面蹦得可高了，肚子疼。全腹不适、急性呕吐，有不节饮食加剧烈运动史，大概率是急性肠胃炎或者胃痉挛。但孩子精神太差，不能只按普通吃坏肚子处理。应该是胃痉挛。商场离市院不远，我帮你们叫救护车，去急诊做个检查更稳妥。沈念，今天你不是休息吗？怎么又跑回医院来了？在商场碰上的，吃完炸鸡冰激凌剧烈蹦跳后突发呕吐腹痛，我初步判断是胃肠炎或者胃痉挛，你再仔细看看。
肚子疼。没有明显的反肚痛和肌紧张，没什么大事，就是吃坏肚子了。先去查个腹部 B 超，抽个血，确认是胃肠炎的话，打点消炎针和止吐药就行。好，谢谢医生。怎么回事？右下腹。怎么突然加重了？刚才摸着还只是脐周疼。你看他的体位，双腿屈膝巨按，右侧腹肌紧张，是腹膜炎的体征。你再摸脉试点，反跳痛很明显，不是普通肠胃炎，是急性阑尾炎。真的是阑尾炎，进展也太快了。阑尾炎，他才5岁，要开刀吗？会不会留疤啊？别慌，儿童阑尾炎很常见，做腹腔镜手术，肚子上就几个小针眼，恢复快，疤痕浅。现在最要紧的是别耽误时间，越早手术越安全。你打给普外科2线加急会诊，我去推转运床。别怕，睡一觉起来肚子就不疼了。阑尾已经穿孔了，脓液刚扩散到腹腔，再晚半小时就得进 ICU。现在清干净了，腹腔肌做的，创伤不大，观察几天就能出院。幸好没走。今天真悬，我差点就按肠胃炎开补液了，你怎么一眼就觉出不对了？他疼的方式不对，哭声和体位都变了，多留了个心眼儿。你这心眼留得直，算救了孩子一命。我先回去值班了，改天请你喝咖啡。白色、黄色、橙色、红色，颜色越深，病情越重，而且磁条还会随着病情进展变化颜色。以后再碰到白色磁条，也绝对不能掉以轻心。我必须让我的知识配得上我的眼睛。我的天，沈念，你这是要修长城啊？还真把我们儿科的书库给搬空了。只是借几本。几本？这1本就能当防身武器了。不是我说，你周末没睡觉吧？睡了。阑尾炎、川崎病，你这是在复盘？姐，不用这么卷吧？当时我只是运气好，我还差得远。知道自己差得远是成为一个好医生的开始。宋老师早。宋老师早，您今天光芒万丈。复盘是很好的习惯。完了，卷王找到组织了。姜维，你好像很闲。不闲，我一点都不闲。我这就去准备今天的病人资料。用功是好事，但身体是本钱，别熬坏了。谢谢宋老师。好了，都准备一下。今天上午40个号，又是一场硬仗。这只是开始。宋医生，住院部6楼有个新生黄疸的患儿，经皮胆红素测出来320，家属死活拒绝住院，你们谁有空下来劝一下？我去住院部看看。沈念，你在这儿盯着，有拿不准的急诊直接叫我。好的，宋老师，您放心去。医生，我儿子今天下午突然发烧38度9，您给看看怎么回事？他最近有没有感冒、流鼻涕、鼻塞之类的？有，前2天流清鼻涕来着，我给他吃了点小儿感冒药，想着扛扛就过去了，谁知道突然烧起来了。他小便正常吗？正常，刚才来医院路上还尿了一泡。先查个血常规，看看血象情况。如果夜里还是反复发烧，但精神状态还行，就不用急着猛退烧。要是身上出疹子了，烧差不多就该退了。血常规结果出来，拿给我看一眼。白细胞正常偏低，淋巴细胞比例升高 ，C 反应蛋白轻微升高，典型病毒感染血象。磁条指向左耳，应该是炎症反应最早出现在耳后淋巴结，只是还没肿大到能摸出来。黄疸家属终于劝住了，同意住院。家属主要是怕什么？怕蓝光照坏眼睛，怕交叉感染。但经皮苯红素320，再不干预就是核黄疸。有时候医生得替家属做他们不敢做的决定。收拾下班吧。
你今天脸色不太好看，唇色发白，回去好好睡一觉，明天还有40个号。有这么明显吗？给你带了一杯。谢了，你怎么这么早？刘主任让我提前整理病历，下周夜班咱俩搭3个。你是不是得罪排班室了？也可能是你得罪了。行了，开工。今天食堂上了新菜，走吧，去晚了就没了。宋医生，急诊科那边说有个抽搐的患儿，3岁，刚送过来，抽了快2分钟了还没停。周医生，请您下去看一眼。走，去急诊。刚才突然就抽了，眼睛往上翻，抽了2分钟才停下来，现在还是迷迷糊糊的。体温38度2，高热惊转，先止惊。宋老师，他脖子很硬，我怀疑是脑膜刺激症阳性。加剂查血常规 CRP 降本溯源，立刻安排腰穿。沈念，你打给检验科。检验科吗？急诊留观室，加剂血常规 CRP 降钙溯源，3岁患儿高热惊厥后查体颈强脂阳性，另外备好腰穿包，标本马上送过去。脑膜炎患儿的典型体征就是脑膜刺激征、颈强直、克尼格征、布鲁金斯基征。颈强直是最早出现的。是您，白细胞显著升高 ，C 反性蛋白飙到80以上，脑脊液白细胞计数超过2000，是细菌性脑膜炎，患用能透过血脑屏障的强效抗生素，联系监护室安排床位。颈强直是你第一个发现的，但见他枕后皮肤发红，本来想摸淋巴结，结果发现整条脖子都硬了。这个细节抓得好，要是按普通高热惊厥处理，耽误几个小时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词条只给了位置，真正的判断还是要靠自己的知识储备。今天我犹豫了，下次不能犹豫。姜维，夜班碰到抽搐的孩子，别忘了查脑膜刺激征。下个月你轮新生儿科，王主任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。新生儿科，只听说那里的患儿最小，病情最凶，用药剂量最精细。什么时候去？下周1报到。新生儿科和普通儿科完全是2套逻辑，那边节奏慢但深度大，一个患儿可能要管好几周。王主任要求高，但他肯教人，你去了多听多问。听说你要去新生儿科了，下周1去。那我怎么办？儿科就剩我一个人挨宋老师和刘主任的骂了。宋老师什么时候骂过你？上周我开错了一个剂量，宋老师瞪了我一眼，那眼神我现在还记得。你走了之后，我连个分摊火力的人都没有了。我只是轮转，又不是不回来了。那也要1个月呀，1个月我能挨多少骂，你知道吗？那你把剂量开对不就行了？有道理，但我做不到。谁开错剂量了？没谁，我瞎说的。宋老师，我去食堂占座。听说你要去新生儿科了，下周1去。新生儿科的王主任比我还严，他让你翻文献你别嫌烦，让你背数据你别偷懒。王主任那儿的底子打好了，以后去哪个科都稳。来的挺早，换好衣服，8点交班。你今天跟着陈医生查房，先把这周收的6个患儿的情况摸清。下午2点的疑难病例讨论，你也来。好的，主任。男婴，31周，出生体重1.6公斤，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，撤剂后反复呼吸暂停，咖啡因维持剂量无效，广谱抗生素用了12天 ，C 反应蛋白始终在每升15到25毫克之间浮动。
血象无改善。肝区，这和肝脾有什么关系？CMV 吗？昨天呼吸暂停几次7次，血氧最低掉到82，刺激后能恢复。咖啡因已经加到维持量了，抗生素用了12天 ，CRP 还下不来。你们考虑什么方向？王主任，我有个想法，这个早产儿呼吸暂停反复，血象波动，抗生素无效，而且腹部外观比同龄早产儿更饱满，肝区有膨隆。我翻了实用新生儿学，早产儿 CMV 感染的临床表现就是反复呼吸暂停加上感染指标波动。你翻了书？翻了，实用新生儿学第5版，新生儿感染性疾病那一章。给3床加查 CMV DNA 定量，血尿 CMV， 肝功能全套，明天出结果。你那个肝区的观察不错，谢谢主任。3床这个病例你继续跟，出院的时候写份病历报告交我桌上。CRP 降到8了，占氨酶也在往下降，更稀落尾继续用，疗程要够，至少2周。这个病例你管得最细，从入院到现在的变化你最清楚。下周院里的疑难病例讨论，你代表新生儿科去讲。我？就你。病例就报3床这个 CMV， 你查的文献，你提的思路，你观察到的体征，谁比你更合适？好事儿啊！王主任很少让规培生上台讲的，这是真看好你，好好准备，别紧张。第一次站在全院的讲台上，词表给了方向，但站在台上的人是我，要靠自己。下面我们有请沈念。各位老师好，我是新生儿科的规培医生沈念。今天要汇报的病例是一个31周早产儿，以反复呼吸滞停为主要表现，广谱抗生素治疗无效，最后确诊为早产儿巨细胞病毒感染。下面我从病例特点、诊断思路、治疗经过和病例总结4个方面来汇报。早产儿病毒感染的不典型性，抗生素治疗无效时，要及时拓宽诊断思路，不能只盯着细菌感染一条路。讲得不错，节奏稳，逻辑清楚，比很多住院医讲的都好。我昨天晚上排练了4遍，就怕讲错或者卡壳。病例整理的可以，以后科室的病例讨论都按这个标准写。可以啊你，全院分享都不慌，这下都知道医院来了个厉害的规培生，以后我出门报你名字行不行？别闹，就一个简单病例，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？沈医生，5床那个黄疸的孩子，刚才喂完奶吐了1次，精神好像不太好，痰足底反应也慢了。5床是个出生12天的足月男孩，因为高胆红素血症收住院，入院时经皮胆红素320，已经照了1天蓝光，数值降了一些，
但下降幅度不算特别明显。基底节，黄疸的孩子，词条为什么会在大脑里？不对，必须查清楚。胆红素脑病，这不是普通的黄疸，是胆红素脑病的早期表现。今天的喂养量比昨天少了20毫升，已经出现了2次轻微吐奶。陈医生，午床那个黄疸的孩子有点不对劲，肌张力比早上明显减低，反应也差了，已经吐了2次奶，吸吮反射也弱了。我担心是胆红素脑病的早期表现，也就是警告期。马上查血清总胆红酸和白蛋白，计算游离胆红酸水平，准备双面强光疗。你去跟家属谈话，把病情和风险说清楚，签病危通知书，告诉他们我们会尽全力，但也要让他们有心理准备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孩子目前胆红素数值偏高，出现了嗜睡、肌张力减低的早期神经系统表现，高度怀疑胆红素脑病预警期，需要立刻强化光疗。必要时准备换血治疗。胆红素脑病，那是什么病？会不会烧坏脑子？会不会变傻啊？现在还在早期，只是预警信号。我们立刻上最强的光疗方案。大部分孩子在这个阶段干预都能转回来，不会留后遗症。但如果不及时处理，就可能影响听力和智力，甚至有生命危险。我们会尽全力，也请你们配合，不要犹豫耽误时间。现在每1分钟都很关键。医生，我们听你的，求你们一定救救孩子。总胆红素380，白蛋白偏低，游离胆红素高，风险很大。光疗先上着，喂血，做好换血准备。要是4个小时后复查胆红素下降不明显，直接换血，不能等。310降了70多，下降趋势很明显，速度也够快。还好，赶在进展之前拦住了，这一关算是闯过去了。沈医生，你也太神了！上午就你说不对劲，我们还以为就是普通黄疸，没想到真的是早期胆红素脑病。你这观察力也太厉害了，碰巧多看了一眼，也是孩子运气好，发现的早。早期神经系统表现是你先发现的？我下午去看他的时候，觉得肌张力比早上低，反应也慢了半拍，吸吮反射也弱了，就觉得不对，赶紧叫了陈医生。黄疸的孩子不能只看胆红素数值，神经系统体征更重要。很多医生只会盯着数值看，忽略了孩子的状态，等出现明显症状就晚了。你这个意识不错，很难得。这个病例也整理一下，和3床的 CMV 放一起，月底科室学习你讲，给大家提个醒。好的，主任，我一定好好准备。沈医生，真的太谢谢你了！那天要不是你发现的早，我们家孩子，我们全家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不用不用，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水果您拿回去，您刚出月子，正好补身体。感谢信我收下了，谢谢您的认可，真是太谢谢您了。呼吸困难，全身发紫，拍化便，急插血清飞机，准备气管插管和复苏囊。通知放射科，床边拍照，现在。右侧气宣，肺压缩60%，囧格向左移位，立刻准备胸腔闭室引流，利多卡金。
痛啊！新生儿气胸进展快，晚来半小时就危险了。还好产科发现的早，转得也快。气胸压迫肺部，磁条落在胸腔，引流之后压力解除，肺复张，磁条就变淡了。进来。这1个月感觉怎么样？学到了很多，以前对新生儿的了解只停留在课本上，这1个月亲手管了10几个孩子，从呼吸窘迫到黄疸，从感染到气胸，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如履薄冰。孩子太小，病情变化太快，一点都不能马虎。你观察力不错，肯翻书也肯动脑子，不是那种只会死记硬背的学生。新生儿科最缺的就是你这种细心又肯学的年轻人。等你规培结束，要是想留新生儿科，随时来找我，我这里随时欢迎。谢谢王主任，我会认真考虑的。以前从没想过留哪个科的问题，只想着先把规培做好，把知识学扎实。突然被这么一问，反而不知道该怎么选了。听说王主任找你谈话了，是不是想挖你？王主任就是问了问轮转感受，说让我以后考虑考虑。别犹豫了，新生儿科虽然累，但成就感也强。王主任又肯带人，你跟着他肯定能学到东西。好好考虑，我们都挺喜欢你的。你可算回来了！你不在的这1个月，我快被刘主任骂死了。有这么夸张？上周我开错一个抗生素剂量，刘主任骂了我整整10分钟。上上周病程写晚了，又被骂。还有大上周。回来了，新生儿科学到东西了吧？学到了很多。王主任和陈医生都教了不少，新生儿科确实锻炼人。回来就好，这周门诊号多，你先跟着我上1周门诊，熟悉一下节奏。下周开始管病房，先管4张床，慢慢加。好的，宋老师。大夫，孩子咳嗽3天了，昨天晚上开始喘，夜里都没睡好，您给看看是不是肺炎？来，嘴巴张大啊，双肺有哮鸣音，嗓子也红。先考虑喘息性支气管炎，先去拍个胸片排除肺炎，然后做雾化看看效果。咳嗽喘息的孩子，磁条应该在肺部，怎么会在咽喉？不对，这不是普通的支气管炎。宋老师，您再听听，这孩子咳嗽声音是犬喙状的，吸气有喉鸣，3凹症阳性，不是普通喘数，是急性喉炎。2度后照柱，喉炎，那怎么办？要不要紧？别慌，马上给他做激素雾花消水肿，在静脉推注地特小孙，大部分孩子用药后很快就能缓解。黄色，中度风险，还好发现的早。乖乖吸，吸完就不难受了。你看这个小蝴蝶漂不漂亮？乖乖吸完药，这个就送给你。水肿消得很快，再做1组雾化巩固一下，留观2个小时，没事就可以回家了。口服激素接着吃3天。谢谢医生，刚才吓死我了。大夫，孩子咳嗽2周了，白天还行，晚上停不下来。社区看了3次，都说支气管炎，头孢吃了1周，一点用都没有。医生，您看看，吸气音清晰，没有杂音；呼气末尾有吹哨音，同样的哨音，左右2侧都有弥漫性哮鸣音。体温一直正常，没烧过。吃饭呢？以前1次能吃120，现在60毫升就推，吃几口就累得睡过去。家属，我怀疑不是支气管炎，是婴幼儿喘息。通俗说，孩子的气管比别人敏感，受了刺激就收缩痉挛，所以咳得厉害。抗生素对这种病没用。这么小就有喘息，需要检查才能确认。先开血常规和过敏原，看看血象有没有过敏倾向。结果出来，我再告诉你下一步。呼气末的哨音比3天前轻了很多，吸气音轻。呼吸音双侧对称，没有固定部位的局向性闯鸣。家属，
孩子最近有没有呛过什么东西？呛，就是吃东西或者啃玩具的时候突然剧烈咳嗽，脸憋红，咳完就好了。1周前吧，喂米粉的时候，他伸手拽旁边的摇摇乐塞嘴里了，我抠出来的时候，他咳了2下，脸红了一阵，后来就好了。摇摇乐里面有什么？零件掉出来过吗？没有，都是好的。辅食里面加过花生粉或者坚果粉吗？我婆婆上周带了一罐自己磨的花生核桃粉，让我掺在米粉里，说补脑。我掺了2天，后来咳得厉害，我就停了。做个 CT， 看看气管里有没有东西。您是说气管里卡了东西？那会不会有危险？现在还不确定，先做检查。就算真有异物，也可以取出来，不用开刀。先去约 CT， 结果出来我们再看。4个月大的婴儿，主气管就5-6毫米粗，真卡了异物，太危险了。花生米，4个月大的婴儿，主食气管直径5到6毫米，这颗花生米几乎把管腔堵死了。呼吸科内镜中心吗？我是普儿科规培沈念，有一个4个月大的婴儿 ，CT 提示左主支管异物，直径5毫米左右，圆形，周围黏膜有增厚，明天能排手术吗？明天上午9点有空档。好，我让家属过来签同意书。左主支气管里卡了东西，应该是花生粉里的颗粒。明天上午9点做支气管镜取出来，手术不大，顺利的话10来分钟结束。你今晚回去让孩子空腹，明天早上8点之前水都不能喝。手术前要签知情同意书，你现在跟我去办公室签一下。这就是明天要做的事。风险部分我念给你听：全麻风险、出血风险、气道损伤风险，发生率都很低。但确实有风险，你看完没问题就在最下面签字。签好了，医生，求你们一定救救孩子。放心，我们会尽全力。明天早上8点半到内镜中心门口报到。取出来了，孩子还在醒麻醉，过一会儿你们可以去复苏室看他。老师，术后有什么特别注意的？观察有没有卡血，有就按铃。没有的话，明天复查胸片，没问题就能出院。好，谢谢老师。醒了，家属过来吧。沈医生，坐着就行，胸辩结果挺好的，今天可以办出院了。回家以后注意，别让孩子随便抓东西往嘴里塞，坚果类的辅食1岁以内别加。谢谢您。那天要不是您多问了一句，我们还当支气管炎治呢。这是我们老家的特产，一点心意，您一定要收下。这个我不能收，孩子没事就好。您好好带孩子，比什么都强。你还没走？刚查完房，你手里是什么？食堂最后一份糖醋排骨，看你今天下午脸色发白，拿回去热了吃。你中午吃了吗？吃了盒饭，走了，回去睡觉，困死了。你在家？在。我买了菜，你家还是我家？你买什么菜？火锅。今早去菜市场了，牛肉卷、虾滑、金针菇、豆腐皮、土豆片，还有1盒草莓。你昨天夜班，今天休息吧？休息。那就你家锅大，省得洗2个。菜市场那个卖牛肉的老太太认识我了，一看我就说小伙子你又来，我说对，又是我，她多给了我半盒。你先下，你饿。你最近看的那本《儿童呼吸系统疾病诊疗手册》怎么样？还行，刚翻了几页，你要看？不用，就问问。
我看你桌上又换了新书，新生儿科那本是不是看完了？轮完了也要常翻，放哪儿？你知道我上次碰到一个喘的孩子，按你之前发的那个流程图开了雾化，刘主任看了一眼说，这方案谁让你用的？我差点要往你身上甩了。然后呢？然后刘主任说，用得对，我这小心脏。回头你把那个诊疗灵图再发我一遍，我存手机里找不到了。行。医生，孩子下午还好好的，晚上突然烧到40度，刚才在家里抽了一次。这么疼？脑膜。姜维，你过来看他脖子后面。腦膜刺激症阳性，需要做腰穿。腰穿？你们要抽脊髓？抽了孩子就瘫了。阿姨，你听我说，这个检查是在后背打一针，抽一点点脑脊液去化验，跟脊髓没关系，不会瘫。你儿子现在高度怀疑细菌性脑膜炎，不做这个检查，我不知道是什么细菌，就没法用对的药。好。送检加急图片，半小时内要结果。图片出来了，革兰阴性双球菌，高度怀疑脑膜炎耐测菌。抗生素不用等培养，直接按这个上。大剂量青霉素联合头孢去松。3点41分，抽搐一次，脚弓反张，地系各推注后缓解。你去隔壁值班室睡会儿，我守着。有事叫你。熬了一整夜，铁人也扛不住。睡不着，这孩子血压不稳，我不敢走。姜维，血压在掉。第一组20毫升每公斤生理水，快速推。什么情况？流脑确诊，凌晨惊厥一次，脚弓反张，现在血压进行性下降，2组液体复苏后仍不稳定，考虑感染性消克。抗生素加量，去甲肾上腺素泵上，维持 F65以上。联系 ICU 备床，准备转科，这个孩子必须监护。没事了，睡一觉就好了。到了 ICU 有叔叔阿姨看着你，别怕。今天早上那个腰穿，我当时真以为是普通伤感。你当初为什么选儿科？小孩子不会撒谎，疼就是疼，不舒服就是不舒服。眼睛能看出来，不用猜。我妹3岁时候肺炎住院，管床医生特别好。我妈那时候总说你长大了也当这样的医生。干2年半了，现在我妈又说科室太累，要不你转行。今天推地细判的时候，你知道我看着什么感觉吗？什么感觉？觉得你这个人在那种时候不会出错。我后来复盘，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守着那张床，我不会立刻安排腰穿，我会先按高热惊厥处理，补液，塞退热栓，等抽搐停了再看情况。你现在记住这套判断了。道理我懂，但第一次碰上这么凶险的情况，是你稳住的。走了，明天早班。医生，孩子肚子疼2月了，前后跑了7家医院，都说是肠系膜淋巴结炎，益生菌结赭药吃了一堆，一点用都没有。让孩子躺平，我摸一下肚子。这个尺寸在儿科不算特别异常，
不足以支撑2个月的持续虎痛。肠系膜淋巴结炎的痛通常在脐周或右下腹，不会局限在上腹这么高的位置。躺平，我再仔细按一遍。这里疼。孩子平时谁带？基本是我和奶奶带。家里人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在商场上班，孩子爸爸在厂里，具体是回收厂。孩子爸爸下班回家会换工作服吗？有时候太累就不换，直接坐沙发，孩子总爱往他身上抛。先抽个血，看看有没有贫血。检验科吗？刚才送的血样，麻烦把血签项目加急做。血铅580，孩子铅中毒了。怎么会铅中毒？我们家又没吃铅，没什么铅的东西啊。孩子爸爸在蓄电池厂上班，工作服上附着铅尘，被带回家落在沙发地板上。孩子扑上去抱他，手上沾了铅尘，再吃手、揉眼睛、抓食物，铅就通过口鼻进入身体，长期蓄积。那能治吗？能治，需要住院，用络合剂把体内的铅排出来。好，住院，我们住院。我不舒服，头疼。上腹、颅内，不好。喂，王主任，我是沈念。那个血铅580的患儿，今天下午3点10分出现剧烈头痛、喷射性呕吐，瞳孔对光反射比昨天迟钝，我怀疑颅内压升高。甘露醇20毫升，半小时内推完。推完做眼底检查，看有没有是乳头水肿，有水肿就做腰穿侧压，没有就先观察。我20分钟后到。好。要再走了，歇一会儿，头就不疼了。好一点了。头还疼吗？不疼了。是乳头清晰，也没有水肿，先不做腰穿，继续保守观察。今晚加一次马洛芬，我明早再来查房。妈妈，我头不疼了。真的不疼了？不疼了。精神状态不错，今天继续用络合剂排铅，观察1天。那个铅中毒的患儿我听说了。听谁说的？刘主任今早大查房专门提了一嘴，说咱们普儿病区的规培生自己挖出来一例隐匿性铅中毒，原话是方向感还行。刘主任的还行，在科室里算什么水平？上次他评价宋老师的病历用了不错2个字，你品品。那他今天心情不错。昨天夜班剩的放你这儿了。谢了。对了，刘主任那句方向感还行，前面还有个前提，要等你的证据链补完才算数。早就补完了，今天是住院第8天，完整病程、动态下降的血铅复查报告，全程无遗留神经系统后回正，整条证据链闭环，刘主任随时可以调阅。今天午饭必须你请。喝一口吧，你一上午都没喝水了。不想喝。那吃点面条好不好？不想吃。瑶瑶，
瑶瑶，瑶瑶，你醒醒，别吓妈妈。孩子今天吐过吗？吐了，昨天晚上到今天上午前后吐了5、6次，一直说肚子疼，嘴巴干，不停喊口渴。今天排过尿吗？没有，今天一整天都没有尿。我想着带他来吃点东西缓一缓再去医院。一股果味，可能是 DKA， 你马上回急诊准备抢救床位，开通静脉通路，我背宝子过去。DKA 是什么？糖尿病酮症栓顺主，身体里胰岛素不够用了，血糖飙到测不出来，血液变酸，人就昏了。他今天没尿，皮肤干了，身体在脱水，必须马上处理。第一组液，快备胰岛素微泵。没事的，能治。是1型糖尿病，很多儿童新发1型糖尿病没有前驱症状，首发就是 DKA， 临床常见急症。现在补液扩容和胰岛素静脉输液都上了，血气血糖在回落，方向是好的。他才8岁，以后每天要打胰岛素，要测血糖，吃饭要算碳水，但他可以正常上学，去操场跑步，跟同学出去玩，只是比普通人多了一项终身管理习惯。谢谢。里面指标怎么样？血糖从 high 降到400多，静脉血稀 pH 值从 7.15 回升到 7.22， 酸中毒纠正的不错。你的糖醋排骨，今天最后一份。刚在餐厅点完菜就跑回医院，亏大了。确诊了1型糖尿病，首发 DKA， 补液、胰岛素都上了，已经转运内心分批病房。下次急诊值班碰上这种，你直接喊我抬。单人负重背人，长期下来腰容易劳损。那个橙色的。什么橙色？没什么，下午还有工作，我先走了。各位老师，大家下午好，我是普外科规配医师沈念。今天分享的主题是儿童腹痛的鉴别诊断思维。这是我上个月夜班接诊的肠套叠病例。儿童肠套叠不靠单次剧痛判断，核心在于疼痛模式的节律变化。阑尾炎鉴别重点，区分体位变化与腹膜刺激症的先后顺序。先出现保护性曲卷体位，后出现反跳痛与肌紧张，是穿孔风险升高的关键预警信号。隐匿性腹痛最容易漏诊的诱因，职业接触型。7家医院都跳过的问诊点，往往就是确诊的唯一突破口。肠套叠看阵发性苦闹节律，阑尾炎看保护性曲弯体位，铅中毒强制追问家庭职业史，川崎病看舌降与眼结膜特征。4个方向，4个关键入口。血降、超声、尿检，所有检查都阴性。孩子仍然持续性腹痛，你怎么办？分2种情况，如果孩子有明确疼痛体征，比如习惯性蜷曲体位、腹部巨按、行走姿势迟缓，我会做诊断性治疗，按功能性腹痛方案观察3天，症状无改善，再重新复盘评估。如果孩子查点无任何阳性体征，仅家长组述持续性腹痛，我会让家长录制孩子居家活动视频发给我。很多患儿投入玩耍后会完全忘记疼痛，视频有时比任何仪器检查更直观有效。你连录视频这个思路都能想到了，是书上看的还是你自己琢磨的？自己想的。
之前有个反复腹痛的患儿，全套检查全正常，一来医院就喊疼，回家就正常玩。我让家长录了居家视频，视频里孩子在沙发上蹦跳打闹，一点异样都没有。不错。流程做清楚了，比光知道病名强。讲得不错。你又没来现场听，值班室有远程直播，后半段我全程看了。那个让家长录视频的点子，哪学的？自己琢磨的。那你这下真把刘主任镇住了。对了，规培办通知，下个月中旬结业考核，你准备的怎么样了？还行。走了。小杰，伸手穿衣服回家啦。帮我把会诊回单放进归档夹，谢谢。小杰，你怎么了？小杰，你别吓妈妈。您好，立刻通知值班医生，普儿5床，侯岩出院前突发3度喉梗阻。女士，麻烦请到旁边去，不要挡抢救通道。血氧83持续下跌，准备肾上腺素雾化，地塞米松进推。值班医生到哪儿了？在电梯里，马上到。肾上腺。追加地塞米松和甲强龙。是。最危险的阶段过去了，水肿在消退，血氧稳住了。今天不能出院，再住院观察3天，停药稳定后再回家。他能彻底好吗？能，度过这次反跳水肿就没问题。还好你刚好路过。考核材料请在周5下班前交齐，周5下午3点来办公室谈话。请进。意向表我收到了，确定选儿科，科室人员流失率、薪资待遇你都清楚？清楚。理由？小孩子不会装病，病痛都写在脸上，症状直观纯粹，而且我有信心能守好这些孩子。结业考核通过了，正式通知下周下发。你这1年的处置记录：新生儿 CMV 感染、隐秘铅湿毒、多例急诊重症，各科室评价都很高。谢谢主任。订课订好了？订的儿科。巧了，我也是。下周结业典礼你也要上台？对，优秀代表发言，3分钟稿子还没写。吃完再写来得及。你真是我认识的沈念吗？这么会安慰人。沈医生，那个孩子喘得厉害。脉搏细弱无力，频率快的异常，这比正常5岁儿童的脉搏快了近1倍。心音遥远低沉，搏动乏力，收缩期有一阵持续的吹风药杂音。转移到急诊室。
视性早搏2连率 ，ST 段压低 ，QRS 波宽大畸形，重度病毒性心肌炎，恶性心律失常，姜维。视早2连率 ，ST 段压低，血氧还在掉，立刻推胺碘酮，剂量5毫克每公斤，稀释10毫升，缓慢静推。心内科急会诊，同时报备 ECMO 团队提前上期评估。爆发性心肌炎，心肌严重受损，循环维持困难。ECMO 上机指征明确。ECMO 体外生命支持，让心脏休息，风险大，但是唯一能撑过去的方式。同意输在这里。做吧。血管外科医生吗？来一下急诊室。微小血栓形成，不算大面积栓塞，但风险高，必须立刻调整抗凝方案。好，我马上调整药量，密切监测下肢血运和凝血功能。心脏超声结果显示，射血分数稳定，突破45%。心肌收缩力恢复得不错，循环状态足够稳定。再观察几天，各项指标达标就安排撤机。好，我持续监测体征，做好撤机前观察。妈妈，明年我就上小学了，是不是？是啊。那上小学了，还能来医院看病吗？希望不用了。第一次查坟手抖，新生儿科没挨骂。CMV 确诊，王主任说不错，铅中毒，证据链记牢。ECMO 活下来了。第1年结束，明年继续。医院旁边有人放烟花，新年快乐，各位！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好，明年见。明年见。沈医生，新年好。新年好。你元旦也排班了？白班，8点到4点。你呢？夜班，刚下。咱俩算是把科室元旦班次包圆了。新年第1天就包圆，说明咱俩今年得踏踏实干1整年。
师傅，停一下，师傅！我是儿科医生，孩子怎么了？他下午断断续续哭了3个小时，还吐了2次。刚才换尿不湿，我摸到他大腿根鼓了个包，硬邦邦的，一碰就哭得更凶。我家离得远，现在根本打不到车，我不知道怎么办了。嵌顿疝，幼儿高发，肠管卡压，血流阻断，数小时就能肠坏死穿孔。持续哭闹，反复呕吐，已经出现肠梗阻体征了。孩子下午几点开始哭的？4点多。我抱他起来就开始哭，等发现不对劲儿，已经6点半了。跟我走，去医院。严重吗？是不是要开刀？疝气牵塞，肠管缺血，必须立刻处理。你现在打电话让家人把孩子医保卡和病历送到急诊科。右侧腹股沟嵌铿粘，哭闹3小时，呕吐2次，包块皮温降低，马上叫外科急诊会诊，加急 B 超，准备急诊手术。进去陪着孩子，别让他自己碰患处，等外科医生过来。血供信号减弱，怀疑缺血。直接送手术室，不要耽搁。医生，孩子前2天轻微流鼻涕，今天突然不爱吃奶了。原来1次喝120，今天2次只喝了30就不喝了。摸着有点热，早上量37度6。衣服穿太多了，捂出来的低热。再量一次体温。降下来了。小孩子体温调节差，捂热就会低热，没胃口，没精神。屋里有暖气，穿2层薄衣就够。判断冷热摸后颈，不要摸手脚。回家继续观察，体温稳定在37度以下，吃奶精神恢复就不用再来。谢谢。这次是我自己稳稳看对看好的病人。结业考核通过，规配第1年完成，词条系统升级中，下一阶段功能等待开放。沈医生，急诊那边刚送来一个患儿，高热惊转，快3分钟了还没停，家属在走廊哭。带我去。